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徐开骋塌房被锤，网友高喊避雷长空之王，王一博又被连累了。内娱最不会倒的人设是汪峰老师，在8月25号晚又一次验证，张天爱公开录音锤死了徐开骋塌房。很明显，内娱艺人塌房不外乎该睡的没睡和不该睡的睡了，而徐开骋就是后者。张天爱一番举动，不仅将这个男人从自己身边拉开了，也是将徐开骋从娱乐圈拎走了。那么，徐开骋身上的作品，不论是已播剧还是待播剧都要受到影响，主演的电视剧可能会无延期推迟上映，戏份不多的电影会一剪梅。例如电视剧《花希记》《恋恋红尘》《装腔启示录》《照亮你》以及电影《长空之王》。这些作品中最受人关注的恐怕就是《长空之王》了，毕竟有王一博在，这部剧就少不了讨论度与话题度。而也因为徐开骋的原因，不少网友都喊着避雷这些剧，毕竟谁都不想看渣男主演的剧，也是情理之中。事实上，长空之王的宣传点一直都是在3个人身上：披荆斩棘成长起来的王一博，给王一博人生指引的胡军，以及医生周冬雨。作为一部与官方合作的影片，长空之王从开机以来就是将演员们关在剧组，专心完成作品创作，没有艺人进行其他商业活动，可见剧组对整部剧的重视。而徐开骋在长空之王宣传之初都是没有姓名的，一开始长空之王网传演员时，除了王一博的名字之外，丝毫没有透露。后续网友们渐渐得知剧中有胡军和周冬雨，也是因为这部影片的保密工作实在是到位。等到长空之王官宣主演全部阵容时，徐开骋是其中的5番。虽然是个连海报中都不能出现的演员，只不过长空之王后期是又要重新忙起来了。虽然是个5番，但毕竟出演了，也不知道后续工程大不大，能不能在今年做到重新剪辑、送审，并且在今年播出。说起来，这也不是王一博的作品第一次被剧组人员连累。维和防暴队就是因为某位演员塌房，后果就是他本人隐居幕后割粉丝韭菜卖茶叶。维和防暴队中那个角色换演员重拍，本来定在2021年播出，结果就因为那个人延后到2022年，至今未曾上映。这些剧虽然可以减掉这些失德艺人的戏份，也不会对后续的宣传有任何影响，但毕竟延长了后期制作，原本可以早早上映的影片，却因为这些人硬生生拖个1年半载，也是对剧组其他艺人的连累啊。不过，能够在影片上映之前爆出这些失德艺人也是好事，如果播到中途，恐怕只能是强制下架了。只能庆幸，现在依旧有挽回的余地，也希望剧组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。长空之王到时候肯定不会再有徐开骋的戏份了，一部着眼于是非缘的电影歼20直冲云霄，减掉一个5番艺人的戏份不是难事。也希望大家多一点对长空之王的期待，王一博的雷雨不会令大家失望的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